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气养专栏，以气通络，调衡五脏，延年益寿。今天呢，我来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啊，叫做引导气感。这个引导气感，顾名思义，就是让我们的一个气啊，能到其他的方向被感知到。所以呢，它又是我们练习气养的一个最基本的基本功。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引导气感。对于长期失眠的人，对于体内内分泌调节不太好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福利。至少我自己身边啊，有几十个人都在练气，他们晚上从来没有失眠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引导气感，再加上一个手势，它就能让我们体内啊经络达到一个畅通的状态，而且呢，睡眠啊会变得越来越好。并且呢，对于头脑啊经常迷迷糊糊的人来说，还能带来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今天我来教大家这个气感是如何引导的，大家一定要看好了。首先，我们先打出一个手势，这个手势啊是一个引气的手势，非常重要啊。我们小拇指先相勾，然后呢，再把我们的无名指啊相勾。你看，小拇指勾住，无名指也要勾住。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食指和中指啊，把它并在一起啊，把它交叠在一起。那么在交叠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比如说我们是男方，那我们就是这个左手在下啊，然后右手在上交叠。如果是女同志啊，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右手啊在下，左手在上啊，就是这样。那它这个对于我们男女啊，它是不一样的啊。我在这里呢，我是男士，所以我的左手是在下方。然后做好这个手势以后，把我们的大拇指啊，你看并在一起，一定要把我们的大拇指啊并在一起。并在一起以后呢，把这个手啊摆好啊，这个是我正前方的一个样子。那么马上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个后面啊，就这样的一个手势啊。摆好了这个手势以后呢，我们用这个指尖指着我们的一个眉头啊，大家看啊，再给大家结一遍啊，小拇指相扣，无名指相扣，两个手折叠啊，然后呢，大拇指最后并在一起，把这个手摆好。用我们的下面这个手啊，就指着我们的一个眉心，把眼睛闭起来啊，就把它指着我们的一个眉心啊。这个手势一旦摆好以后，只要我们前面的气感练得还可以的，只要手势一摆好，指着眉心，马上就会感觉头脑当中啊有一种雾的感觉。这种感觉啊它不好形容，为什么给大家讲是雾的感觉呢？就是它这个感觉是从中间一下子扩散开来，从前面一直到后面。你气感越强的人，他扩散的就越开啊。所以呢，手势摆好，指着我们的一个眉心啊，把它指好，然后开始进行一个什么呢？围着我们眉心的一个印堂啊进行一个画圈啊，就这样。好，我们来配合呼吸啊，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个画圈是这样的，你看我画上去的时候是吸，快下来的时候是吐啊，吸吐啊，这样吸吐，缓慢而悠长啊。但是所有的前提一定要建立在我指向我的眉心，就要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没有这个气感怎么办？我们首先两个办法，第一个啊就是把我们第一章节讲的一个气感多练一练，第二个就是做这个动作时候，我们把这个手指指向我们的眉心，闭上眼睛，多绕几圈，你就会有了啊。来，吸吐，吸吐，好，我们正常绕上一个1分钟左右，你会慢慢的感觉啊，这个头上面这种感觉是越来越明显，这种感觉就是雾的感觉，从你深层往后面去扩散。然后呢，我们把手势继续结好，绕完了以后，从我们的印堂啊，把这个手啊，你看往上去推到哪里呢？推到我们的发际线，再往上啊，就是这样。就其实啊，它是什么呢？顺着往上推，走一个督脉啊，就这样推到上面，看推到上面，就这样啊。好，来看1，好，停留2、
停留，到顶上停留，而且推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指尖指着哪，它这个感觉就跟着是哪里走。比如说我现在指尖指着我的头顶，它这个感觉就一直在我们的头顶打转，然后我手一拿开，它又消失了啊。反复多来几次，一般来说我建议大家30下到50下。这是什么呢？这是把我们头上的一个这个百会给它打开啊，就往头上指。大家注意看，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就这样，我们这样去做啊。来，你看，如果配合呼吸的话更好。你看，吸气，推上去，好，吐气，定着不动。再来，吸气，推上去，吐气，定着不动。它其实就是通过我们手上这个气打开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个气道，让我们的大脑当中的经络得到打开。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引导气打开我们头上的一个经络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非常经典，也是非常好用的。我们只要前期找到了气感，用这个方法就能让你的这个睡眠让你的身体的内分泌的一个调节包括着我们头脑如果经常犯迷糊的人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而且经常练习这个动作，还能增强我们对气的一个感知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那么到这里也感谢大家观看道家气养专栏视频，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来聊一聊失眠这个话题。失眠是一件非常令人痛苦的事不单单会影响到咱们身体的一个健康，同时对于咱们的精神上还会造成巨大的折磨。那么今天呢，大伟给大家带来了4种方法，相信我，这4种方法总有一种会适合你，而且会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我们来看一看这4种方法怎么去做。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按压咱们的劳宫穴。很多人会问劳宫穴在哪里呢？其实非常好找咱们把拳头握拳中指点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中指点的这个位置这一块就是咱们的劳宫穴咱们只需要把手去给它进行一个点压我们把手点压进去，然后呢，就像我一样，点压进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在胸口或者肚子上面，然后我们进入一个就是躺在床上也好，或者你睡前按一按也好，都可以，咱们就按着不要动。按进去以后，保持30秒到1分钟，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呼吸渐渐的变慢因为按这里它可以去有效的帮助咱们这个改善睡眠的状态。那么我们之前的视频也讲过，同时评论区有大量的反馈说这个方法很好，不妨去尝试一下。那么第二个位置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呢？神门穴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腕横纹这个附近这里我画圆圈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个神门穴我们也是用我们的手指点进去，点进去以后，大家注意了，这边你去摸这个位置，你去摸有个小小的骨骼那这个位置我们点进去以后，手腕千万不要去很紧张，我们要把手腕微微的放松弯下来，咱们点进去。点进去以后正好你感觉你的拇指上面正好压着一个小骨头，那么这里就对了。那我们点进去以后也依然是不要动保持住放松神门穴它本来就是一个帮助我们静气凝神的一个穴位，所以这个穴位长按对于我们的这个压力的排解都能带来非常大的帮助。所以睡觉前也可以按压神门穴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好的。那么第3个方法是什么呢？第3个方法就是拍肚子我们拍肚子就是咱们什么呢？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然后呢，我们拿手轻轻的拍拍打的速度和拍打的力度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肚子这里它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说咱们在拍打的时候就想象你在哄宝宝睡觉。为什么宝宝你去哄他的时候，一哄他就你不哄他的时候他会玩，你慢慢拍拍他，拍拍他的背拍拍他的头拍拍他的小肚子慢慢就睡着了。因为这3个位置都是我们非常敏感的，我们在自己给自己拍打的时候，其实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小的催眠，同时利用这个敏感性调节了咱们的副交感神经，让我们快速进入睡眠状态。我们只需要躺好，慢慢的拍，眼睛闭起来，轻轻的，速度不用很快速度一定要渐渐的变慢
因为你的速度，当你自然变慢以后，证明你开始慢慢就是要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了。所以我们就拍拍肚子，轻轻的拍，这个力量千万不要过重啊，千万不要很快的这样拍，就没有效果了。我们一定要轻轻的、缓慢的、温柔的去拍我们的肚子。那么我们很快慢慢的就会有睡意了，很快就困了。然后第4个方法是什么呢？第4个方法啊，就是我们去摩擦我们的耳朵上方2侧啊，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的这个颞骨啊，就是这一块。那么我们顺着这个耳朵上方2侧啊去摩擦，很轻微的去磨啊，慢慢的磨。要磨到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手在摩擦你头发的时候啊，你的能听见这个摩擦头发那种沙沙的声音啊，这种声音啊，这种波率啊，是非常有益于咱们快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当中的。所以啊，咱们睡觉睡不着或者睡觉前想要快速的让自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咱们就把手啊在耳朵上面来回的磨一磨啊，同样一定速度要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一定要慢，而且要找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咱们就这样慢慢的来回的摩擦啊。这个摩擦它是通过2个原理，一个啊是我们刚刚讲的声音，第2个啊就是去轻抚咱们的这个头皮啊，它可以快速的让我们啊就是有困意。所以这4个方法啊是非常好的。那有的人会问说，大伟，你提供了4个方法，我究竟应该选哪一个呢？其实啊，这4个方法它都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体质啊都不一样。所以啊，如果你患有了这个失眠啊，睡不着，那么你可以啊一个一个来尝试这4个方法，总有一个你是用起来特别顺手啊，特别舒服的。那么这个方法就是针对于你一个人的，那可能其他人用起来就不是那么管用了。所以呢，一下带来了4个方法，希望大家好好的把这4个方法就是学会，然后把它保存起来，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让睡不着的人可以睡一个好觉，一觉到天亮。那么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的内容都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让大家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睡眠不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单单就我认识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当中10个人有6个人是长期被睡眠所困扰，要不然呢就是躺在床上是辗转难眠就是睡不着觉，要不然呢就是睡觉的过程当中总是在1点钟到3点钟这个时间段所被惊醒，然后又睡不着觉。我们先不说长期失眠对于我们身体带来的危害非常的大，就单单来讲，就是你睡不着，对于我们精神上的一些问题也是会带来非常多的困扰。有多少的人长期失眠，就是渴望能够睡上一个安稳踏实的觉，眼睛一闭再一睁，天就亮了。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妙的。当你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睡眠，你会发现白天做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干劲，而且你的注意力能更加的集中。长期失眠的人，先不说它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对于我们的身体运转会带来哪些危害，就说这个注意力都是非常难集中，每天白天就是浑浑噩噩的感觉非常的难受。那么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睡眠方法。这个睡眠方法就是从我们老祖宗当中就流传下来的，叫做闻香睡眠法。我拿出一个宝贝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个睡眠香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很少有人知道，但是你知道以后用过的人都说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个睡眠香囊这么神奇？有很多人说我睡不着觉，我甚至吃一些小片片我才能勉强的入睡，你这个香囊能和这些小片片比吗？我告诉大家这个香囊之所以这么神奇，其实不仅仅是古人研发出来，而且在现代来说它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为什么呢？我们的鼻子和我们的大脑之间它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就知道了比如说当你瞌睡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闻
闻着一个辣椒，或者呢你去闻一些辛辣刺激的物品的时候，这个气味会直接给到我们的大脑当中。那你大脑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啊，整个人一下子就会振奋起来，对不对？那么如果说当你特别烦躁不安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如果我把你推入到一片花海当中，那么这个花海当中所产生出来的这个香气，你闻着以后心里面就会特别的舒畅，你会感觉所有一些不好的烦恼一下子就抛之脑后了感觉整个人非常的安静。其实我们的古人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总结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闻辛而精，辛辣的辛，闻香则静那么通过这句话呢，古人经过世代的研究就发现不同的中草它混合在一起，可以直接把这个药的一个气息直接给到我们的大脑，不需要我们再去服用一些小片片，还要经过消化吸收。而且呢，你长期吃小片片，身体会有一些耐药性，久而久之你该睡不着还是睡不着。但是这个香囊不一样，它通过不同的中草配比在一起直接把这个味道给到我们的大脑当中，通过我们的大脑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慢慢的平静下来。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标本兼治的方法，所以我把这个香囊分享给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去用。他们用完以后刚开始还不相信，但是你把这个香囊放在房间里面闻着这个味道，2到3天以后他逐渐就感觉自己的睡眠有了一个质一般的飞跃原来容易惊醒的通过闻着这个香囊的味道，就是能踏踏实实睡一晚上。原来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的，闻着这个味道，眼睛一闭，自然而然身体放松下来，他就能睡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他心火大，心火一大就烧到了我们脑中的神，而通过这个味道我们把我们的心火降下来以后，我们的心神就得到了安宁，心神一安宁，人就能够快速的进入到睡眠当中。所以大家这个香囊怎么去用？你们收到了这个香囊以后我建议大家一个呢放在我们的枕头下方，还有2个呢悬挂在我们的床头。如果说你的卧室当中有一些比较高的位置，比如说空调柜子比较高的位置，我们再挂一个，这样呢就是给我们的整个空间当中形成一个中草的一个微环境。你闻着这个混合出来的中草清香就能让我们的身心快速的安静下来，闻着这个味儿，困意就来了。其实当你真正通过香囊获得了一个好的睡眠，你会发现这个睡眠好了以后不仅仅是身心变得愉快，每天做事，每天身体都变得有劲。睡眠一好，人就会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长寿，更加的健康。那么有些朋友会说，大伟，你既然说这个香囊这么好，能不能把里面的配方配比告诉我？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做道不轻传千金不受道。但是呢，我发这期视频之前，我也是挣扎了很久，我想明白了我在这里做一个决定，就是大家如果感觉这个香囊真的好想要的话，那么你在评论区下方说出我想要3个字，累积到50个人以上，我就把这个香囊的方法公布出来。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了，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不要到时候我公布了你找不到这个视频了，那就麻烦大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这么好的一个方法我分享给大家，是希望分享给有缘人，帮助你们解决了自己的一个困扰，也希望大家得到了这个方法以后把它转发出去，转发给朋友和家人，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都知道，睡眠不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们的心头病，严重的影响到很多人的睡眠的心情。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出现了严重的一些失眠睡不着，怎么办呢？大伟教大家一个办法这个办法非常的管用。怎么去做呢？就是在我们的手上去找一些解药。具体怎么做就是非常的简单一只手大家看和我这个手一样半握拳的状态你看，用我们的这个指节骨顶出来以后呢，用我们的另一只手给它包上去。包上去的同时呢，这只手包上去以后去进行一个挤压就这样的去挤压。好，我们来完整的做一遍给大家看就是你看包上去，然后去挤压。在我们的挤压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手掌处的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呢，这个区域它会有充分的、强烈的酸胀的感觉，这就对了咱们只要把手包上去去挤压，每天睡觉的时候去做一做。你什么时候感觉心烦了，什么时候感觉睡不着了，你就把这个手给它包上去去压。
就压上去，压个3秒钟松，然后再反复的挤压。你看1、2、3松，好，再来1、2、3松啊，1、2、3松。这种呢是轰炸性的一种按压法。那么我们按压的部位要求在我们的整个手掌这个区域都给它进行一个按压啊。大家看1、2、3松啊，1、2、3松，1、2、3松。1、2、3松，我们去压一个18下到30下左右这样的一个区间。压完了一只手以后咱们再把另一只手对调过来。你看这只手用我们的指节另一只手包上去。你看压挤压挤压，来回的挤压。这个动作呢，在睡前的时候，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就去做一做做完以后一套下来大概在3到5分钟的时间，做完以后把手抖一抖，身体放松，慢慢的这个睡眠就能变好了。而且做完以后身体还会变得很轻松。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日常当中如果想自己手上闲着无聊，也可以做一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不仅仅可以锻炼你的握力，还可以把你手上的这些反射区都给刺激到。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教给大家了。我是大伟这个动作在夏天去做一做对于身体的改善非常的好，做完也非常的舒服。每天大伟呢都会分享一条养生视频，大家关注大伟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